情人節前，我想給教授老公挑個電動牙刷作為禮物，卻在店鋪看到一條點讚上萬的評價，推薦購買。這家店的電動牙刷超級耐用，我用了半年都沒充過電。要不就選這個吧，舒雨太忙了，總是忘記充電。對不起誤導大家了，原來牙刷一直是我老公在充電。他是個大学教授，我以前總怪他不懂浪漫，但現在才明白，愛你的人自有方法。家人們誰懂啊？拿个牙刷也能背后喂狗粮，這到底是什麼神仙老公？公主，快發個照片讓我翻翻眼。在網友堅持不懈的請求下，那人終於發出一張照片，卻發現照片裡的男人居然是我的教授老公。看着癱瘓6年的婆婆，再想到老公常年住在學校，我心裡陡然升起一陣不安。女士，经查询，您的結婚證是假的。这位江疏雨先生的配偶栏裡是另一位女士，叫方若离。所有人都知道江疏雨和方若离是師生關係，她是他的得意门生，是最懂他的人，而我這6年大概只是他找的免費保姆罷了。一進家門，我又聞到了那股熟悉的屎尿惡臭，婆婆又該換紙尿褲了。瑤瑤，對不起，又給你添麻煩了。沒事的嘛，我這就幫你收拾。6年，我洗過上千次床單，換過上萬片紙尿褲，我的雙手從我筆桿子變成了我屎尿片子。我以為這是妻子的本分，是愛的犧牲。多諷刺啊！正因為有我這個免費保姆在，江疏雨才能遠離病母床前的屎尿，毫無後顧之憂的做他風光霽月的江教授。他忙到連一場婚禮都沒時間給我，卻在背地裡成了別人的模範丈夫。知三當三，你的幸福是敢讓網友知道。今晚若離和學生們要來家裡吃飯，記得把媽收拾乾淨，再做幾道好菜，特別是紅燒排骨，都做的不要打包。紅燒排骨，沒記錯的話，那是方若離上次來抱着我的胳膊撒嬌，說這是他最喜歡吃的菜。啊，你嘗嘗這個可香了。文瑤，紅燒排骨還沒好嗎？大家都等着呢。我們也沒幾個人，做幾個菜怎麼這麼慢？排骨馬上就好了，一會兒就端出來。趕緊吧。排骨來了，是剛出鍋的呀，最香。這也太好吃了！師娘，你的手藝可真是絕了，好羨慕江老師啊，每天都能吃到這麼好吃的菜。我當時只覺得受寵若驚，那麼多還笑着讓他多吃點。現在想想，真是可笑至極。我竟連小三登堂入室了都不知道。可明明6年前，我和江疏雨也是大家眼裡天造地設的一對。那時候，我是中文系最炙手可熱的才女。溫老師好。溫老師好。天哪，溫老師今天穿搭也好漂亮。而且聽說溫老師帶的學生又在作協拿1等獎了，她也馬上就要升教授了，太厲害了。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誰嗎？是文學院那個高嶺之花江教授啊，簡直是一對璧人啊！哇，就是這樣謫仙般的人物，追了我整整4年，在一起後更是將我照顧得無微不至。今天要跟主任外出參觀吧，記得換上平底鞋再去。永遠不用充的話費，從來用不完的衛生巾，出門手機永遠是滿電的幸福。那這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的？瑤瑤，你看啊，這首宋詞的注釋，這個版本我覺得很有意思。等等，你先別說話，
還有1分鐘，媽的專家號就要放號了。是她拿着宋词和我分享，我就忙着给婆婆讲专家号。小耀，过来帮我研墨吧，我要给学生的作品题字。老公，你自己弄一下可以吗？我正在给妈换护理垫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是她想让我帮她研墨题字，我却只顾着给婆婆换护理垫。小耀，今晚的月色好美啊，我们出去赏月吧。我好困啊，改天再去好不好？我要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也是他冬夜里看着皎月想去散步，我就累得早已睡着。他怪我没了戀愛時的风花雪月，卻也徹底忘了是誰辭了即將轉為教授的工作，替他負重前行，扛起了這滿地的雞毛蒜皮。聽着秒針毫不停歇的聲音，我忽然覺得好累。6年，我幾乎為這個家付出了全部，一直從光芒萬丈的才女熬成滿臉疲憊的免費保姆，而他卻從未把我當過妻子。既然如此，這個所謂的家，我也不要了。看着鏡子裡那個臉色蠟黃、神情枯槁的女人，我忽然一陣心痛。我居然為了江疏雨，把自己活成了這副鬼樣子。文瑤，你終於捨得給我這個老東西打電話了。老師，對不起，之前是我辜負了您的信任，實在沒臉聯繫你。但我現在想，我說過，你想回學校隨時都可以，我這個校長還是說得上話的。這就給你辦手續，3天後回學校上班吧。謝謝您，老師。幸好我還能回頭。進來吧。哦，這屋裡什麼味道啊？好臭啊！不會是化糞車在外面，窗沒關吧？我不是跟你說了，把媽收拾乾淨嗎？這麼大味怎麼吃飯？趕緊收拾了。江疏雨，我憑什麼給你收拾？你說什麼？我說，憑什麼？她是你媽，又不是我。你是不是瘋了？是，我是瘋，所以當初才會滿心歡喜的嫁給你。但我現在清醒，從今天起，我跟你江疏雨再無任何關係。文瑤，我不就是沒有時間給你辦婚禮嗎？你至於在學生面前都這麼跑？會幹？對啊，到現在他居然還敢怪我。師母，老師真的太忙了，你就算是想辦婚禮，好好商量不行嗎？也不能用這種方式。對啊，不過一場婚禮而已，現在什麼年代了，幹嘛這麼古板？她一個家庭主婦，拿着江老師的錢無所事事，連婆婆都照顧不好，還好意思鬧？就是啊，離了江老師，她個家庭主婦能幹什麼？他們義正言辭，仿佛自己是獨立女性的代表，而我是依附男人的寄生蟲，我活該被審判。是啊，你江教授清高，可這個家的斗米生面，哪一樣不是靠我省吃儉用賺來的？就連你媽的掛號費，都是我在網上兼職批改作業掙來的，而你江疏雨的那點破工資，全都用在帶你們和方若離，你這個小三，弄花賞月上。什麼？他還是小三？文瑤，你胡說八道什麼？說的就是你，江疏雨。表面上是正人君子，背地裡卻跟自己最得意的門生搞在了一起。他都知道了。好像就這麼說，說的也太難聽了。江疏雨，你跟你媽的屎尿一樣髒。從今天起，我不伺候。站住！你什麼意思啊？我們不過說了一些實話而已，你幹嘛這麼造謠污衊江老師？是啊，師母，
你就算是心情不好，也不能这么污蔑老师。而且我们是清清白白的，被你说的那么难听。清清白白。啊，你不就是想办婚礼吗？拿着钱去婚纱店租一身婚纱，自己好好过吧。我现在要带学生们去断桥赏雪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，饭已经做好了，一切都回到正轨了。走吧。回归正轨。你在外面风花雪月，却想回家有热饭热菜，你妈的屎尿有人擦，可就你那点工资，连你妈1星期的药钱都不够。清高，你配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动地。喂，120吗？我家有人割腕了，请你们立刻派救護车来。我家地址是温莎花园2號樓301。小瑶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恕了你，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不再连累你，你别怪他，好不好？难道连你也早就知道他和方若离领证前告诉过你？病人在哪儿？这边。在哪儿？这是我为了能让婆婆时刻找到我，特意给她买的手机。快写止血，然后帮她处理一下。原来，在仅我不可见的那条朋友圈，是江疏雨和方若离的旅行婚礼。那明明是他和我曾经一起憧憬過的婚禮。天哪，這也太浪漫了吧！江老師和方學姐簡直是神仙眷侶。祝福祝福，可被愛的人才是小三。希望某些人能有自知之明。江老師真是菩薩心的，養那個黃臉婆這麼久，他只配分保姆的工作。那溫老師怎麼辦？我和他從未有過法律關係，我給予他已經是最大的同情和體諒。柴米油鹽和風花雪月，江疏雨就這樣有恃無恐的分錢，前者歸我，後者歸方若離。就連這個我任勞任怨照顧了6年的老人，竟然都是這場騙局的知情者和老兄。瑶瑶，對不起。現在說對不起有用嗎？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們。誰是家屬？病人腕部動脈破裂，失血過多，需要立刻手術。誰來簽字？我有什麼資格簽這個字？法律上我什麼都不是。你家屬沒來，那趕緊通知一下病人家屬，病人情況十分危急。喂，江疏雨，你現在立刻來人民醫院。你媽割腕自殺了，需要做手術，醫生要求家屬簽字。師母，你想求老師回去，也不用撒這種謊吧，多不吉利呀。我沒撒謊。那你簽字不就好了嗎？畢竟名義上你是他妻子。掛了，別理他。江疏雨竟然把我拉黑了。怎麼樣？不好意思啊，家屬不來。這都什麼家事？真是的。關於曼哈頓雷雨智能的併購案，我們匯總的情況是？還有，你怎麼突然打電話給我？傻子，我想問你一下，偽造國家機關證件和騙婚罪該怎麼判？所以
你是说他让你伺候了他瘫痪在床的老媽6年，卻連張真結婚證都沒給你，對嗎？是，他和他的女學生領了結婚證。我今晚就到，別怕，萬事有我。謝謝你啊，肖大律師。喂，喂，文陽，你知道的，你在我這永遠都不需要說謝謝。好。小燕，也許命中注定，我這輩子都要欠你的。今天的會先開到這兒，幫我訂一張從港城飛回大陸的機票，要最快的。肖總，可是曼哈頓的變更案，對方還等着要方案呢。我說，回大陸的票要最快。是，肖總。喂，文瑤，出什麼事了？怎麼都是血啊？我媽呢？還有你人呢？怎麼，江大教授的斷橋寒梅圖終於畫完了？別跟我扯這些，我媽人呢？我已經說了，你媽割腕自殺，現在在人民醫院，只是你不信而已。家屬還沒到嗎？患者年紀大了，再加上多年的基礎病，失血過多已經不行了。什麼？我媽呢？你說話，我媽呢？放開我！在急診室。你就是老太太的兒子，電話給你打爆了都不接，有你這麼大兒子的嗎？怪不得你媽會割腕自殺。我媽真的是自殺？讓你簽字。醫生，割腕的話，只要縫針就好了吧？為什麼還要手術啊？您不會是在替他隱瞞什麼吧？怎麼，您母親的身體情況你不知道嗎？她癱瘓多年，心臟早就不行，還有很多基礎病。你來的這麼晚，她的命能不能搶救回來，還是另一回事。都是因為你，要不是你說那些話，江老師的母親怎麼可能自殺？你就是害人精！除了跟老師要錢，在家享福，你還會做什麼？就是。文瑤，你是故意的，對不對？你為什麼不簽字？為什麼要等我來啊？江大教授，你覺得我簽字有用嗎？文瑤難道都知道了？啊？我懂了，你就是因為知道了這件事情，所以才逼得伯母自殺的，是不是？溫瑤，江教授養了你這麼多年，你怎麼能這麼惡毒？溫瑤，所以你在家是故意那麼說的，對不對？像你這樣的女人，配為人妻子嗎？我不要你才是正常的吧？若離和你不一樣，她溫柔賢惠，是我的知己，比你好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你在鬼叫什麼？有理不在身高，如果大吼大叫有用的話，驴就會統治世界。是非黑白，不是你們說什麼就是什麼。我一沒有逼你媽自殺，二沒有隱瞞事實，這一切都是你們自己造成的。這裡的監控，包括家裡的監控證據，我都有。你們不過是對見不得光的狗男女，根本沒資格指責我。曾經我欲求玉宇，不過是以為和江疏雨兩情相悅，以為愛能抵萬難，所以我甘願示弱。但此刻看着他們醜惡的面，我只覺得曾經6年的付出一文不值。江疏雨，這6年來你回過家幾次？每天圍着你的癱瘓老媽，悉心照料的人是我，而你這個親生兒子呢？你給他做過1頓飯，倒過1杯水嗎？知不知道，
他每天几點吃藥？知不知道他對什麼藥過敏？知不知道他每天夜裡要翻身幾次？你不知道，你什麼都不知道。我放棄了令人羨慕的工作，投身家庭，不求回報的給你伺候你癱瘓的老娘。你呢？你給我做過一絲打算嗎？為我計過一分長遠嗎？我讓你在外面做你的風光教授，我滿心信任你，全力支持你。可你呢？背着我和你的女學生搞在一起。江疏雨，你有過一瞬愧疚吗？有過一刻悔悟吗？到現在你還有臉在這裡指責我，說是我讓你媽自殺的？你就沒有想過，也是因為你的忽視，你的冷漠，才讓你媽沒信心活下去。原来我早在意識到這些的時候，就想過離開的。只是我的離開，不像外科手術一樣關掉一塊肉就能結束，而是像一場漫長且無聲的火，沒有爆炸，只有斷手。江疏雨，我對你的愛早已在一次一次失望和算了之中消磨殆盡，現在連灰燼都不剩。那在你心裡，我就没有付出過任何東西嗎？有什么？錢嗎？這就是這6年來你付出的所有錢，連我手機的屏幕一半都填不滿。而我為你媽，為那個所謂的家購置的一切，早就已經數不清。江疏雨，你是不是覺得這一切很諷刺？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，既然你已經不愛我了，為什麼還要和我假結婚？現在我懂了，你不過就是想又當又立罷了。既然這6年的婚姻不過就是個謊言，那我請你把我付出的所有都還給我，一分一毛都不能少。看似平靜的湖水下，是早已腐爛的愛情，就像我和他的婚姻一樣。當真相剖開在無情人面前，換來的不是悔恨，而是更無恥的狡辯。溫瑤，你就非要在伯母危在旦夕的時候說這些事情嗎？你也太沒良心了，你還是個人嗎？溫瑤，你可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。還有，我勸你乖乖把嘴巴閉上，跟我搞道德綁架，你配吗？你這種知3當3的人，最沒資格。你到底想幹什麼？幹什麼？當然是要找你們算賬。不光這些，還有屬於我的，我付出的一切，我都會全部一併討回。溫瑤，你只是個家庭主婦，離了我，你覺得你行嗎？那你就等着看，看我到底能不能做到。離開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。雪花紛紛揚揚落在肩頭時，我終於不會再為要帶江疏雨的母親外出複查而感到煩惱，而是再一次發現雪花的美，冰晶轉瞬消融，可讓它們存在時，卻是舉世無雙的，就如被困在家庭裡的女性。曾經也絢爛的綻放過。
校長，您怎么来了？萧燕那小子性子急得很，生怕你被人欺负。我还在开会呢，他就催着我赶紧来接你。上车吧，你之前住的公寓，学校还一直给你留着呢。孩子，有些人本来就是会变的，或早或晚而已，不值得你留恋。你应该庆幸自己还年轻，一切还能重新来过。然而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了萧炎，从始至终，他就从来没有变过。这房间里的摆設和我6年前離開時一模一樣，書桌上的台燈，書架上的書，還有窗台上的植物，每一件東西都在它原來的位置，而且一塵不染的，就像我從未離開過。這怎麼會？沒想到吧？我那孫子在法庭上是個厲害角色，可在感情上呢，就是個縮頭烏龜。你和江疏雨結婚後，他一次都不敢去見你，可他每個月都會回來給你打掃宿舍。有時他就這麼坐在書桌前，一整天一句話都沒有。就連他去港城工作的那天，飛機臨起飛40分鐘前，他才匆匆忙忙的趕去機場。其實小野呀，他一直對你瞧，這說曹操啊，曹操就到了。我們明明是最熟悉的，但這6年沒見，我忽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傻子，回來了？怎麼這麼快？對不起，我沒想到江疏雨那個王八蛋居然敢那樣騙。阿瑤，你受苦了。沒關係，現在你回來了。還有，你的離婚官司放心交給我，我立馬就着手整理證據。你看，這一段可以證明他媽媽是自己割腕的，與你無關，可以作為有力的證據。那一段錄音我也存了，是他親口承認騙婚的。接下來整整3天，蕭燕都在幫我整理證據，梳理案件。江疏雨給我打了上百個電話，我一次都沒有接。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，請稍後再撥。楚瑤去哪兒了？怎麼不接電話？文瑤，我媽度過危險期，已經出院了。這3天你到底去哪兒了？你身上也沒幾個錢，能住幾天酒店？畢竟咱們這麼多年的感情，我可以原諒你，繼續讓你做我們醫生的將來。我媽這邊離不開人，如果你繼續回來照顧我，我可以當做一切都沒發生過，不給你計較。江大教授用不着跟我這麼大，這種事情還是讓給你名正言順的妻子方若離吧。
文瑶，你在哪呢？你接電話呀！文瑤，你先接電話好吗？咱們好好談談。之前有什麼誤會，我都會給你解釋的呀。温瑶，你玩失踪，不就是想以退为进吗？但你一个家庭主妇，理论老师能干什么？迟早让你乖乖滚回来，继續伺候這個攤子。哎，你们看，传说中的中文系才女教授回来了。咱們這次學校比賽有希望了。我知道他，而且之前作協的好多獲獎作品，大多數都出自他帶的吧？聽說他從來不跟學生搶功勞，人品超好。哎，溫教授不就是溫教授嗎？他真的回學校任教啦？趕快去約課，我要選他的詩詞鑑賞課，見識一下才女教授的風采。溫瑤居然回到學校了，玩了幾天失蹤，還不是又回到學校？想故技重施。靠你那個才女人設勾引江老師，我偏偏不會讓你入獄。大家快來看啊！學校居然聘請這種人當教授，我要實名舉報溫陽，他就是一個殺人犯，他狠心無情，引誘我的婆婆自殺。這種人也配當大學教授？天哪！溫教授居然做出這種事！不可能吧？他看着不像是這樣的人啊！誰知道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溫陽，你敢說不是你？那天你故意大吵大鬧，引誘我的婆婆自殺，你還有臉回來當教授？你婆婆？方若離，你什麼時候結的婚啊？跟誰啊？雖然他和江疏雨已經辦過婚禮，但為了穩住我這個免費保姆，朋友圈知情的人都心照不宣，沒有對外宣揚。對內，方若離是文學院江教授的得意門生，知己情人。可對外，我才是那個忙裡忙外照顧癱瘓婆婆的賢惠妻子。說，你跟誰結婚了？我當然結婚了。我跟這真是溫瑤？千真萬確，我們中文系的老師們啊，知道這個消息啊，都高興瘋了。聽說呀，她當年為了結婚，照顧癱瘓的婆婆辭職，大家都很惋惜她。現在聽說她回來了，中文系啊，早早就準備好了結婚宴。江疏雨可能從沒想過，那個已經困於灶台的女人，竟還能回到大學裡當教授。是，如果我真的回學校工作，那誰照顧他媽？我的老公就是瑤瑤。方小姐，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錄下了，誹謗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你確定要繼續說下去？溫瑤，你怎麼跟別的男人這麼親近？你就沒有一點羞恥心嗎？一向清風激月的江教授，現在也這般不修邊幅，那袖口上是污垢。你看你，你是誰？你怎麼跟我妻子站那麼近？不知道江教授這句話什麼立場？是罔顧綱常的教授啊，還是騙婚騙育、滿口謊言的假前夫呢？早就聽說呀，文學院的江教授和門下學生糾纏不清，可不是嘛？聽說呀，他領了證，辦了婚禮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一直沒有公開。巧言令色的讓人辭職在家，全心全意的照顧婆婆，最後再用一句不知羞恥的把人變成下堂妻，就這操作，誰不嘖嘖稱奇？你胡說！你要再這樣，我告你。好啊，正好，我也要告你。你告我？你憑什麼告我？就憑這張不知來歷的投訴狀？
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？你想出来工作，我是不反对的，但是你出来了，我妈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她也很可怜啊？说啊，怎么不接着说了？方若琳，你口中的老公到底是谁？这么严重啊？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不对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反正大多数的人认为温瑶才是江疏雨的妻子，他想撇开一切烂摊子，潇灑快活，做梦。我的老公是誰？那是我的隱私，別轉移話題。反正你就是一個殺人犯，憑什麼當老師？我已經向教務處實名舉報你。溫教授，學校郵箱收到了大量關於你的舉報信，舉報內容涉及誘導老人自殺等嚴重指控，恐怕你要到教務處解釋一下，必要的話，我們會聯繫警方介入調查。我去，不會吧？溫教授竟然會慫恿老人自殺？為什麼他會跟方若離的朋友接觸？這方若離說的有鼻子有眼的。溫瑤，如果現在乖乖認錯跟我回家，我可以讓若離撤銷投訴，你知道的。下一屆文學獎還是我在帶隊，教務處不可能幫，畢竟他們還要靠我拿獎。江疏雨，我之前一直覺得你只是喜好追逐風月，沒有責任心，沒想到你還這麼無恥。跟你回去，別做夢。溫瑤，我跟你說過了，除了那張結婚證我不能給你，對外你還是江太太。這些年不是過得挺幸福的嗎？幸福？是啊，你找了一個任勞任怨的免費保姆來維持你和小三風花雪月的生活，你當然覺得幸福。這些我不跟你計較，回家再說吧。江先生，作為溫女士的代理律師，我有權警告你，說話小心點。另外，別動手動腳，否則我可以告你人身傷害。我在跟我太太說話，你是誰啊？好啊，你說溫女士是你太太，那你有證據嗎？結婚證還是戶口本？這溫教授一直都是江教授的老婆，這我們都知道。反倒是你一個律師，管得了人家的家務事嗎？溫瑤，跟我回家。哎，有我在，恐怕你帶不走他。信不信我現在起訴你啊？江先生，恐怕不用麻煩你，因為法律馬上3、2、1。你就是海城大學的江疏雨先生嗎？我院已經接受審理，並且調查你涉嫌偽造國家機關證件，同時存在騙婚行為。按照以上，涉嫌實質性的重婚罪，10天後開庭，請你務必到場。我去，法院的都來了，看來是真的。所以溫教授和方教授根本就沒有結婚，他就是個騙婚的渣男。溫瑤，你有沒有良心啊？江教授養了你這麼久，你還把他告上法庭，你還是人嗎？溫瑤，我對你掏心掏肺，你就這麼對我嗎？江疏雨，我看你是撒謊撒多了，連自己都騙過去了，對嗎？你之前不是問我，離了你，我能做到？你看，這不就做到了？6年前，我以為我嫁給了愛情，6年後才知道自己只是一場騙局裡的工具人。但現在我不怕了，因為我終於明白。我們走吧。好啊。我終於明白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任何人值得你放棄自己。他是看不得我好，別聽他胡說，這些都是假的，大家不要信他。他就是看不得我好，所以才這麼說的。
這些都是假的，大家要相信我。抓起来算了，走吧。舒雨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万一我们真的被告上法庭，学校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没关系，你不是刚得了那个茅盾文学奖的第1名吗？我又是你的导师，后面还有作协的几个比赛，反正没关系。我现在是文学系最有资历的教授，只要你得了第1名，学校也不会把我們怎麼樣，不會為難我們的。會有得罪了我，你會後悔的，會來求我的。輿論發酵得很快，不過短短1個小時，工作群裡的所有人都在討論江疏雨偽造證件和騙婚這件事。但是方若離，他花錢一向大手大腳，不是名牌包就是出國旅遊，他居然是貧困生。看來是江疏雨利用自己文學院教授的身份，偽造了方若離的身份信息，將文學院僅有的貧困生補助給了他。這篇文章我有印象，這根本不是方若離的作品。老公，上崗累了吧？吃點水果休息一下。謝謝老婆。這次院裡讓我負責茅盾文學獎作品參賽作品評審，你幫我參考一下，哪篇最好啊？我覺得這篇好，作者有想法，比例深厚，立意也很深刻。如果我是評委的話，一定會選這篇。你的評判一向準確，那我就把這篇送審吧。這是哪個學生的作品啊？這是個早讀生，他性格孤僻，平時上完課就走了，跟大家都不熟，你應該也不認識。那這個學生他……哎呀，老婆，媽一會兒醒了肯定會餓，要不先去做飯？當時我還想告訴江疏雨，寫這篇文章的學生極有天賦，應該重點培養。他卻催着我去做飯，然後偷偷改掉了文章的署名標題。當時我只是覺得有點奇怪，卻並沒有多想。現在看來，恐怕這篇文章也是他私下運作的，通過洗稿之後，把別人的心血安在了方若離頭上。阿瑤，怎麼了？小葉，有件事我想查一下。沒問題，你說。好，我去查。除了重婚罪，他還偽造貧困生身份，侵佔補助名額，甚至要洗稿學生作品。這一樁樁一件件，夠得何以胡的了。江疏雨，你自詡光風起日，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髒得讓人作嘔。你搶走學生的作品時，可曾想過有一天會被拆穿？10天後咱們法庭審判。那前2天你托我查的東西，我查到了。這麼快？文學院走讀的學生本來就少，符合你要求的，平時沉默寡言，不怎麼與人相處的，就這3個。謝謝。我剛剛進了教師系統後台，找到了這個女生之前提交過的作品。你看，她的文字風格、敘述習慣和方若離獲獎的那篇文章非常接近。落日西塵的真正作者不是方若離，而是陳小星。你這麼快就確定了？每個作者都有獨屬於自己的獨特氣質和靈魂。雖然江疏雨洗稿了，但原文的亮點和特徵依然存在。這種細膩的意象排布，
方言化的人物对白，都是独属于陈小星独有的笔触。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相信你。虽然我不懂文学，但这2篇文章放在一起，風格相似是一目了然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陳小星家境非常困難，他父母離異，現在全靠低保和獎學金維持生活。他走讀，一方面是為了想節省住宿的費用，一方面是照顧他癱瘓在床的母親。小葉，我想去。走吧，車在樓下。你都不問問我想去哪兒嗎？哎呦，咱倆從穿開襠褲的時候就認識，你想幹嘛我還能不知道？他現在應該在一家叫奧斯卡的夜店工作，走吧，我帶你去。走。歡迎光臨，請問2位要喝點什麼？要不要嘗一下我們的鮮啤？今天有促銷活動，買2送1。你就是海城大學文學院的陳小星。別怕，我們不是壞人。我是新到文學院任教的老師溫瑤。老師，對不起，我知道學校不允許來這種地方兼職的，可是我媽癱瘓了，每個月吃藥要花很多錢。上午我要上課，晚上只能來這種地方的工資比較高。我在這裡真的只是賣酒，沒有幹其他的事。求你不要向學校舉報我，我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的。你放心，我不會告訴學校的。你先去工作吧，我在這等你下班。真的？真的，去忙吧。對了，我這桌要2杯鮮啤。你笑什麼？沒什麼，就跟我想的不一樣。我還以為一向負責的溫教授肯定會教育他，然後把他帶回學校。來之前，我確實是這麼想的。但見到他之後，我之前照顧江疏雨癱瘓的媽6年，我太知道照顧那樣一個失能的病人有多辛苦，更何況他還那麼年輕，那種被拴住、被困住，一步都走不出去的感覺，我比誰都懂。阿瑤，你受苦了。我一想到你這6年的遭遇，我恨不得殺了他。傻子，你可是律師啊，這是法治社會，懂不懂啊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窮酸鬼，沒長眼睛呀你！睜開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這可是滴雞的最新款，一身就要3萬，你賠得起？就是。算了，我過2天呢要參加作協的比賽，你幫我寫篇文章。之前那篇文章不是已經讓給你了嗎？你幹嘛？怎麼不願意啦？那我明天就去學校舉報你違規兼職，你就等着被退學吧。等等！讓你幫我寫，那是看得起你，不然你就跟你的攤子媽作伴去。等等，溫瑤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方若離，你老公就要坐上被告席了，你還有心情來夜店啊？溫瑤，你別太得意了，學校還指望我和舒雨拿獎呢，就算被告上法庭又怎麼樣呢？再說了，是你自己自願照顧他媽的，我們可沒有逼你，自己上趕着倒貼，快得了誰呀？就是啊，因為是你自己倒貼我江老師。你再說一句試試。你不是文學系的老師嗎？你的學生偷偷兼職，你管不管？你要不管，那我可就要連你一起舉報了。舉報？你除了舉報還會幹什麼呢？
不过，我今天找他，确实有正事，咱们俩的账，日后再慢慢算。你下班了吗？嗯。那你去换衣服，我在门口等你。陈小星，不要再在这里上班了。温老师，您刚才不是说不告诉学校我兼职的事情吗？我没骗你，我妈妈真的生病了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温老师，求求你了。因为江疏雨有洁癖，忍受不了一点异味，所以他妈妈每一次拉尿后，都是我帮她擦洗身体，再把换下来的衣服放上消毒液洗干净。在那6年里，我的手从来没有光滑过。老师相信你。我并不是想阻止你賺錢，我只是想讓你換一種方式賺錢。溫老師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小星，去報名參加作協的比賽吧。我已經問過了，這次第1名的獎金有10萬。小星，我看過你寫的文章，你非常有天賦，文字功底也很扎實，我很看好你。可是江老師不讓我參加任何比賽了。導演江疏雨，為什麼？恐怕是江疏雨擔心評委看了他的文章後會露餡了。同學，江疏雨有沒有威脅過你？比如說你再參加比賽，就把你兼職的事給捅出去，然後開除你，有嗎？有，江老師說了，只要我參加比賽獲獎了，他作為輔導老師要分走獎金的90%，這是行業規定。可是那點錢還不如晚上打工賺得多。江疏雨和方若離的卑鄙和無恥，真是能一次次刷新我的認知。獎金的90%，他竟然連一個窮困學生的血汗錢都要吸乾。你放心，在我這裡沒有這樣的規矩，只要你願意，我可以全程輔導你參加比賽。只要你願意，我可以全程輔導你參加比賽，我還可以向你保證，以你的實力，一定能拿下第1名。真的嗎？我真的可以嗎？不怪你們這些新來的學生不知道，你們溫教授當初可是文學院最炙手可熱的才女，那些獲獎的學生全是他一手帶出來，根本沒有江疏雨什麼事兒。小星，我曾經和你走過一樣的路，但現在我懂了。我們不能為了任何人放棄自己熱愛的道路。你願意和老師一起努力嗎？我願意。來，在後來的這幾天，我陪着陳小星一起趕稿，而方若離用盡了一切辦法，瘋狂尋找陳小星。這截稿時間就要到了，陳小星電話不接，堅持不去。你說句話，我們怎麼辦呀？你幹什麼呢？放心好了，我還有辦法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在磨了一版又一版之後，這篇5萬字的中篇小說終於定稿。定稿了，接下來就交給命運吧。老師，今天就要公布決賽名次了，我的小說真的可以嗎？你要相信自己，沒問題的。是啊，溫老師說可以就一定可以，這麼多年他的眼光還沒錯過。走吧。陳小星，你還記得答應過我和江教授什麼嗎？還敢出現在這，看來是不想要畢業證了。你之前威脅我的事是犯法的，我想過了，
我喜歡寫作文，以後也會堅持做這件事的。温瑶，你敢打我，我死了你！在我面前还敢挑衅，不见棺材不落淚是不是？江教授，管好你的小娇妻。温瑶，這段時間你就一直和這個男人混在一起，你就沒有一點廉恥心嗎？江教授，你這話說的我就聽不懂了。我和蕭律師男未婚女未嫁，為什麼不能在一起啊？好，我現在是文學院最有資歷的教授，馬上就要被提為副院長，離了我，你別後悔。別那麼多廢話，等下誰後悔還不一定。我們走。別以為有了陳小星參賽就能得贏，我已經發現了另外一張王牌，這次的金獎還會是我的。等我當上了副院長，温瑤，我怕你过來求我。各位來賓，接下來就由我向大家逐一揭曉本屆作家協會文學獎獲獎作品。獲得本次比賽3等獎的是方甜甜，意外之喜。獲得本次比賽第2名的是陳小星女士的《從此山水不相逢》。耗費了那麼多精力，只拿了個第2名。事緩則圓，好戲就要開場。接下來，我將向大家宣布獲得本次比賽第1名的作品，它就是《你追風月，我守柴米》，作者方若離。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以上3位獲獎者登台領獎。你們就笑吧，等會兒可就笑不出來了。老公，你可真厲害，找來的王牌果然得了第1，那院長的位置肯定穩了。温瑶，這一次你徹底輸了。各位同仁，评審老師，我看過大賽規則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第1條就是要求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。怎麼，洗稿後的作品也能得獎嗎？什麼洗稿後怎麼得獎？什麼情況？有人質疑金獎作品？那不是咱文學院的温教授嗎？他不都退隱好幾年了嗎？温瑶，就算是你的學生只得了第2，你也不用刻意來抹黑我。我理解，你剛回文學院，急於做出點成績來證明自己，但是也不用含血噴人了。温老師，你和江教授的矛盾，我多少也聽說過，但是凡事要一碼歸一碼，你不能把個人的恩怨帶到工作上。方同學可是茅盾文學獎的第1名呢，他是有實力的。怎麼，大學老師也空口見抄？證據呢？是啊，既然當着這麼多人的面整，證據呢？发的谁？这什么东西？真的，真是洗稿？这是。天哪！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抄的吗？这是融合度95%，天哪！是照抄的了，这相似度简直1比1照抄了！1等獎原來是抄來的，太過分了！這麼大個貓膩，竟然能照搬，太過分了！不，這郵件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假的就是大賽的參選作品本來就是半公開的嘛，你想要看很簡單，一定是你先偷摸看了，然後胡謅出一個原創作者來污衊我。污衊？不會吧？你憑什麼說是方若離抄襲？憑什麼？這是誰假的？憑我就是這篇小說的原作者。
他是原作者，他是原作者，原作者，真神啊！天哪！虽然我说服了陈小星参加比赛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實。方若离肯定不會放棄參賽的，江疏雨也一定會不擇手段幫他弄到第一名。阿瑤，我突然有個想法。巧了，我剛好也有這個想法，正打算跟你說呢。我了解江疏雨，他的原創能力不行，但非常擅長模仿和洗稿，加上臨近比賽，時間緊張，他一定會迫不及待的為方若離尋找下一個洗稿，所以我就創作了一篇小說，以匿名的形式投給了江疏雨。以我對他的了解，我知道他一定會入這個局，因為江疏雨，你的貪婪和毫無下限，從來都沒有令我失望過。這還這麼舒服呀？這是我的創作記錄和時間節點，已經經過公正機關備案，到底誰是洗稿，誰是原創，提交大賽組委會一驗便知。這證據確鑿啊！你怎麼能這麼算計我？比起你對我長達6年的算計，我這又算得了什麼？這麼自然的一表人才幹這種事，是哪有这麼溜？是，这還真是洗稿，這已經不是相似了，簡直一模一樣了。經大賽組委會核驗，方若離女士的作品《你追風月，我守柴米》確實涉嫌抄襲洗稿現象，即刻取消方若離的參賽資格。校長，校長，你聽我解釋。根據遞補規則，獲得本次大賽第1名的是陳小星女士的《從此山水不相逢》，恭喜陳女士！好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陈小星！恭喜陈女士！太好了！这是左哥呀！好，太厲害了！就应該他。後來，也有數封關於江疏雨的舉報信出現在院長信箱，包括他違規為方若離爭取貧困生補助，未經同意將他人文學作品以方若離的名義參賽得獎，莊莊健健，有理有據，江疏雨被停職了。喂，陈先生，您母亲的住院費、醫藥費和護工費需要續繳了。不是前2天剛繳的嗎？怎麼又要繳費啊？5天只夠用5天，你之前照顧病人都不知道嗎？5天只夠用5天，那我之前給我養的那點錢，根本支撐不了這麼長時間。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到底是怎麼搞的？怎麼才來？趕緊給你媽弄乾淨！又髒又臭，搞得我們連飯都吃不下去。不好意思，馬上處理乾淨。若離，你給媽收拾一下吧。我處理啊？你沒事吧？髒死！惡心死了！哎呀！小瑶，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，你對不起他，我也是。你怎麼才來？哦，對了，趕緊去繳費吧，都拖了好久了。不行就回家養着吧。媽，回家吧。
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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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若离，你就不能在家好好收拾卫生，照顾我妈吗？我都说了，我是来跟你风花雪月的，可不是来跟你柴米油盐的。家庭保姆，我才不要。在江疏雨孤立无援之时，突然就想到我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曾经我也和他风花雪月过，可结婚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只会围着这个家轉。当时他只觉得是我變了，但現在才知道我到底對這個家做出了多大的貢獻，他又犯了怎樣的錯。江疏雨也許是想起了我的好，莫名的想要見我。下班了，包給我。可到了學校，看見我和蕭燕走在一起的樣子，他連靠近的勇氣都沒有。現在的他又有什麼資格？經審理查明，被告江疏雨偽造國家機關證件，騙取他人勞務，事實清楚，證據確鑿，現判決如下：判被告江疏雨賠償原告文瑤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300萬元整。你都已經這麼窮了，還要賠300萬？我要跟你離婚。離。不要，就算把房子賣了，我也會把錢賠給你。還有，對不起。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你按時支付賠償金就好。後來，江疏雨果然賣掉了房子，把300萬一分不少的給了我。聽說閉庭當天，他和方若離去辦了離婚手續。等他拿着離婚證回到家時，發現他媽媽已經咽了氣。文瑤，今晚給你做西紅柿牛腩，嘗嘗我的手藝，怎麼樣？好啊。後來我再也沒見過江疏雨，偶爾聽人說他再也不追求風花雪月了。現在的他會為了1毛錢在菜市場跟人爭得臉紅脖子粗。但這些都與我無關了，我的豐樂就藏在觸手可及的幸福裡。